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连天石先生所著的《60岁后的遗忘的力量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后必须学会忘记的5件事；第二，保持心理健康的5大遗忘技巧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后必须学会忘记的5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。作者指出，60岁后应该彻底抛开年龄的束缚。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自我感知年轻的人，其身体功能退化得更慢，压力较小，健康状况更佳。积极的自我认知还能形成良性的循环，使外在和内在都更显年轻。南丹麦大学的实验也表明，在70岁以上的双胞胎中，看起来更年轻者在身体、认知和寿命上的表现更好。这说明，年轻的外表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，而非仅由基因所决定。作者建议，可尝试在心理上减龄12岁，以此来调整工作、娱乐和穿衣的风格，让心态更加轻松，行动更有活力。实验也证实，不被年龄束缚，甚至偶尔瞒报年龄，都能让自己真正变得年轻。年轻的心态不仅能带来轻盈的生活，还能延长寿命，这是一种值得实践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是第二件事，忘记年老的刻板印象。许多人认为年老必然伴随着身体和认知功能的衰退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发现，高龄者在语言能力、空间推理、计算和抽象思维上优于年轻人，且 15% 的人的认知能力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。这说明，即便到了晚年，尽管认知症风险会上升，但年老等于衰退并不是绝对的。作者认为，老去是摆脱繁忙工作的机会，是享受自由生活的阶段。与其视其为退步，不如把它看作新的可能。他提出了活力离世的理念，主张保持健康与活力，直至生命终点都能自由的生活。60岁以后，我们仍可以追梦，探索新兴趣，不受年龄的束缚，忘却对年老的刻板印象，才能发现生活的无限精彩，真正享受内心的自由与满足。接下来是第三件事，忘记以往的努力方式。经过60年的奋斗，我们值得为自己的努力感到骄傲。但从60岁起，作者建议放下拼命努力的生活方式，学会轻松应对人生。书中提到偷懒料理，即用罐头或加工蔬菜轻松做出美味佳肴，简单却有效。这种智慧也适用于其他生活领域，例如烹饪时静置，让味道更醇厚。脑科学研究表明，适当休息能帮助大脑整理信息，优化思维与行动。在生活中，换个环境，散步或放空自己，反而能带来灵感和新思路。60岁以后，不必再逼自己拼尽全力，学会什么都不做，让生活变得轻松自在。接下来是第4件事，忘记独处的孤独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开始逐渐疏远旧友，退休后更容易感受到孤独。有的人害怕独处，拼命维系社交，但表面的关系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缺。作者建议，60岁后培养一个人也没关系的心态。独处能让人更清楚自己的价值观，提升自我接纳，发展独特的思维方式，使生活更加充实。朋友未必是知己，松散的社交关系反而能成为心理的支持。例如，与商店店员寒暄、遛狗时留意周围人群，这些简单互动能减少孤独感，让独处成为美好的体验。如果有可以倾诉的朋友固然很好，但即便没有，保持适度的社交也足够了。我们终究要学会独立，与自己相处，享受人生的自由与宁静。接下来是第5件事，忘记占据人生 80% 的琐事。60岁以后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尽量忘掉那些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在如今的100岁时代，对于60岁的人来说，未来还有40年的时间，相比于刚出生时的100年，40年似乎有些短暂。因此，为了让剩余的时间更加有意义，
不能再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。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·帕累托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，即80%的成果来自20%的投入。例如，20%的工蚁负责采集80%的食物，这表明并非所有蚂蚁都在均匀的工作。只要掌握了那20%的关键，其他80%的事情就可以放手不管。同样的，我们人生中的20%构成了真正的核心，塑造了我们的自我价值。如果能牢牢把握这20%的关键，就可以无所顾虑地忘记其余80%的琐事。在余下的人生中，请把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20%上，勇敢放下剩下的80%。这正是让老年生活更加充实的秘诀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保持心理健康的5大遗忘技巧。我将为大家介绍5项帮助保持心理健康的遗忘技巧。首先是第一个技巧，借助身体的力量，忘记昨日的烦恼。保持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放下那些反复纠缠的烦恼，比如我本该那样做，或如果当初这样处理就好了等想法。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思维的循环中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不善于遗忘，越想忘记的事情，反而会愈发清晰。我们可以利用身体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忘却烦恼。当我们陷入烦恼时，通常会低着头，视线向下看。这时候，可以尝试调整姿势，进行全身伸展运动，双臂上举，尽情伸展全身，张开胸部，配合胸式呼吸。吸气时将胸腔充满空气。一般来说，腹式呼吸被认为有助于平静心情，但书中作者连田先生指出，胸式呼吸能刺激交感神经系统，使心情开朗，充满动力。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长期工作的压力可能导致内心感到空虚。此时，通过胸式呼吸激发的挑战精神，或许会帮助我们重新找到新的兴趣和目标，从而忘却昨日的烦恼。建议大家在清晨沐浴阳光时进行这种伸展练习。我们的生物钟大约是24小时半，清晨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校准生物钟。每天早晨用胸腔充满新鲜的空气，来迎接新的一天，多数烦恼将不知不觉地消散。接下来是第二个技巧，忘记莫名其妙的坏情绪。如果通过胸式呼吸和伸展运动缓解了烦恼，那么也可以尝试放下那些莫名的坏情绪。在绘本《没有名字的猫》里面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中的猫渴望拥有一个名字，因为周围的猫都有名字，唯独它没有。于是它四处寻找名字，但总是找不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孩轻声呼唤他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并不是名字，而是被人关心的温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那些没有名字的情绪，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。我们有时会经历无缘无故的情绪低落，甚至自己也无法解释原因。最终我们可能变得不耐烦，说出刻薄的话，或散发出不快的气场，事后又会感到十分后悔。这些行为的根源正是未被察觉的无名情绪，就像猫等待着被呼唤一样，我们的情绪也在等待着我们去命名和认知。只有自己才能发现并命名这些情绪。例如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因工作拖延而感到焦虑时，可以为这种情绪起个有趣的名字，如工作焦虑综合症。赋予情绪幽默的名字本身就能使这些负面情绪减轻和消散。当你能直视并命名自己的情绪时，解决办法自然就会浮现。情绪管理不仅有助于减少不安与烦躁，还能让我们更好地接纳生活中的各种情绪。我们无法只携带积极的情绪生活，悲伤、嫉妒和愤怒同样会出现。关键在于接纳这些情绪，并理解自己当前的状态。就像那只没有名字的猫一样，当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给予关注时，它们便得到了治愈。接下来是第三个技巧，忘记自我牺牲精神。在60岁以后，为了调整心态并维持心理健康，学会放下长期以来的自我牺牲精神至关重要。在过去的60年中，无论是在工作中尽职尽责，
还是在家庭中承担繁重的家务与育儿责任。您可能一直在为他人和社会付出，然而在步入60岁后，更应该关注自己的需求，学会忘却那些牺牲自我、委曲求全的习惯。许多人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，认为只要忍耐，就能使事情顺利进行。然而这样长期压抑自己，反而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，他人只会利用您，最终将您视为可有可无的存在。真正能重视您的人，唯有您自己。因此，在60岁之后，请优先表达自己的需求。以自我为先，并不意味着自私，反而能促使您更好地尊重他人，实现双赢的相互理解。在沟通学中，常把那些不敢说不的人称为非自信型人，他们总是优先考虑他人而忽视自己的需求。而只顾表达自己，要求别人顺从的人，则被称为攻击型人。这两种沟通方式都不理想。理想的沟通是双方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并彼此尊重，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型沟通。对不同意见说不，并不是对他人的否定或攻击，而是为了传达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无论是上司与下属，还是父母与孩子，双方都应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。请勇敢尝试说不，起初可能会感到不适应，但从小事做起，逐渐的，你会发现拒绝也能变得自然轻松。停止自我牺牲，才是心理健康的基石。第4点，忘记消极言辞，保持心理健康。接下来是第4个技巧，忘记负面词汇。您是否经常不自觉地说出诸如我不行或已经没救了等消极的话语呢？语言不仅能鼓舞人心，也能伤害自己和他人。因此，尝试将所有的语言转变为积极的表达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词无法用积极的方式表述。当您感到走投无路时，要提醒自己，我有选择的自由，可以逃避，也可以迎难而上。认识到自己的选择，能够帮助您重新振作，继续前行。每一句话都在影响您的未来。如果您常说消极的话，生活也会充满了负面情绪。相反，如果多用积极的语言，未来自然会更加光明。正因为如此，积极心理学强调积极思考的重要性。但仅靠努力让自己积极是不够的，行动比思考更重要。从现在开始，尽量使用积极的语言，哪怕一开始是刻意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您的思维方式也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乐观。接下来是第5个技巧，忘记对美味零食的罪恶感。这个话题对关注健康的人尤为重要。许多人为了健康而严格控制饮食，但偶尔吃了零食后便会感到内疚和自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食量往往会减少，很难在一顿饭中摄取足够的营养。因此，合理安排间食实际上能促进健康。当您在上午10点或下午3点感到饥饿时，可以把间食视为补充营养的机会。坚果类零食尤其适合，因为它们富含蛋白质、优质脂肪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健康十分有益。同时，坚果中的食物纤维还能够稳定餐后的血糖，减缓血糖升高的速度。因此，您不必再为吃零食而感到内疚。适量的零食不仅能愉悦身心，还能带来健康的益处。步入60岁后，请放下对零食的负担，让自己快乐地享受饮食，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